江爷爷对瑞宝辉宝这周的总结来了。江爷爷这周给瑞宝起了一个牛皮糖的称号，因为瑞宝越长大，开始越来越黏着妈妈，这周跟妈妈产生很多身体接触，总是喜欢徘徊在妈妈身边。以前作为妈妈跟屁虫的辉宝反而越来越独立。江爷爷看着瑞宝这洒脱不羁的吃竹子姿势，很像他的老爸，像是乐宝在一旁陪着爱宝。而辉宝这里，江爷爷表示40厘米的小短腿能炫出精湛脚技。江爷爷给辉宝的小脚开的只有1扎，同时辉宝这周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江爷爷都感叹辉宝越来越不受管教了。不过江爷爷又认为辉宝这样是对的，觉得人生本就应该这样，活着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江爷爷总是在说服保家之间选择说服自己。同时这周江爷爷还汇报了一下给瑞宝吃窝头的情况，现在给瑞宝指定的食用计划是每天30克，而有了窝头的补充，后面盆盆奶将会慢慢减少，最后就是小零食彻底替代盆盆奶。或许辉宝不吃窝头的原因是不想自己的盆盆奶被取代，只要自己营养补充不够，爷爷就得一直给自己喂盆盆奶。都说咱辉宝傻，实际上咱辉宝聪明着呢。是瑞宝辉宝的餐后甜点时间，姐妹俩排排坐好。不过老宋头这时提醒到，姐妹俩现在已经很擅长吃竹子了，再这样吃妈妈的奶就不太合适了。而且现在妈妈的奶水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功效了，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对瑞宝辉宝来说，这是与妈妈情感上的巨大帮助。姐妹俩一直吃到奶水没有了才停下来，刚好爱宝这时也喂烦了，起身给瑞宝辉宝推开。宋爷爷讲到，姐妹俩吃完奶水仍是意犹未尽的样子，但其实瑞宝辉宝只是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过最后还是被爷爷哄骗出来了。此时爱宝已经走去室外等瑞宝辉宝了，瑞宝辉宝则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如果爷爷不在身边一直哄着，瑞宝辉宝是不会去室外的。宋爷爷眼看瑞宝打算爬上小亭子，立马跑过去转移瑞宝注意力，因为瑞宝爬上树后就不想出门的习惯已经给宋爷爷搞怕了，一步一哄，一步一鼓励，因为宋爷爷一停，姐妹俩就会停下来。经过宋爷爷的不断努力，瑞宝辉宝总算出来了。宋爷爷每天的工作就是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出门，然后再思考怎么给瑞宝辉宝带回家。到了晚上下班，这次瑞宝辉宝还不算太令爷爷头痛，头痛的是他们的爸爸乐宝吃南川宝上瘾。照这个进度下去，乐宝园区的南川宝们肯定扛不过这个冬天。不过乐宝园区还有芋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到收获的季节，乐宝可以挖出来看看。吃完南川宝再吃芋头，反正宋爷爷不会头痛，因为这些都是江爷爷种的。不管宋爷爷的事儿，给宝家全部带回家后，宋爷爷开始给姐妹俩喂奶，边玩边吃，家庭氛围很是浓厚。今天盛熙姨母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胡萝卜，瑞宝注意到姨母身后有陌生人，立马警觉了起来。辉宝这里紧张的是树都爬到一半了，看到是姨母自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直到姨母将胡萝卜递给了辉宝，辉宝才将防备完全卸了下来。不过这时另外一个姨母突然扛着竹子走了进来，辉宝的戒备立马又启动了，3两下就爬到了树头。辉宝的警觉未尝不是好事儿，这样谁也欺负不了辉宝，到哪儿也不会挨欺负。而瑞宝这里则是熟知不会有人伤害自己，所以便没有害怕。姨母为了哄辉宝，又给辉宝递了一块胡萝卜，但辉宝短时间不仅就下去了，辉宝在树上才能恢复自己的安全感。而瑞宝这里跟姨母玩的是越来越甜蜜，任凭姨母怎么抚摸自己，瑞宝都不抵触。而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上午瑞宝大吼爷爷了，这瑞宝现在就听姨母的了，连爷爷都不给摸了。爷爷让瑞宝坐好，面对着姨姨们吃胡萝卜。瑞宝以为爷爷是不让自己吃胡萝卜呢，对着爷爷就吼了一嗓子。这一下将爷爷回去又要思念他的白月光福宝了。福宝小时候无论在干什么，爷爷过来都可以随便摸，而且都会主动坐好面对这姨姨们吃东西。不过好在是江爷爷比较理智，瑞宝这样带有一些野性反而是好事儿，这要是老宋头都得当场碎一地。回去抱着福宝的照片就得开哭，同时一边讲述自己今天对瑞宝好了。天永宽说乐宝最近活力旺盛，有一还不信，今天乐宝就直接给姨姨们展示上了。乐宝不断在雪里打滚，只为扑灭自己心里那份对爱宝的躁动，因为昨晚爱宝讲明年他们不会见面。乐宝知道了这一真相，今天只能用血来发现了。爱宝带娃本来就烦，看到乐宝这不值钱的样子更烦。爱宝这里此时正在产青团，没眼力劲的瑞宝一屁股坐在了妈妈上，转头还嫌妈妈碍事儿。瑞宝转过身把妈妈抱在怀里，问妈妈为什么挡着自己。瑞宝这里有点3天没打上房揭瓦了，
爱宝铲完青团给瑞宝腾开位置，瑞宝非但没有放过妈妈，还有转身把屁股放在了妈妈的头上，接着又不怀好意的给尾巴盖在了妈妈。只能说咱爱宝脾气好，对瑞宝这样的调皮行为丝毫不生气。眼看妈妈不理自己转身走了，不过走到一半瑞宝又回来了，瑞宝自顾自的钻进了妈妈怀里。爱宝再次让瑞宝和姨姨们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温暖。爱宝给瑞宝搂进怀里，让瑞宝一起睡一会儿，但瑞宝此时心情浮躁，根本睡不着。再次看到妈妈不想和自己玩，瑞宝来到了爷爷的门口，想找爷爷跟自己玩，但爷爷也没来。此时的宝家只有瑞宝没有在睡觉。瑞宝习惯了妈妈和妹妹的陪伴，这突然自己一个人了，简直无聊透顶了。辉宝不回家，将爷爷来劝的场景都能被姨姨们拍出韩剧的感觉。今天上午，爱宝带娃出门玩耍，辉宝依旧是一个粘人的小妖精。永宽说辉宝不太好断奶，这都是有理有据的。反而瑞宝在独立高冷的路上越走越宽，总是自己跑去一旁玩。瑞宝自己挖了会儿雪洞，又来到了小树旁。瑞宝原本想爬上树的，结果发现自己小树上的雪洞的硬邦邦的。瑞宝觉得在上面睡觉一定会个屁股。瑞宝在晒太阳与自己的屁股之间选择了自己的屁股。瑞宝转念一想，又打算爬下树了，结果雪上太滑了，还没等瑞宝想好用什么样的方式下来呢，就一个滑铲摔了下去。瑞宝拍拍身上的土，钻进了小床下面。这块地方是室外园区唯一一个没有雪的地方了。瑞宝给园区各个地方都玩耍了一遍，最后回家时对园区也没什么留念的了。辉宝跟着妈妈一起回了园区，母女俩一人在一个小床上分别吃着自己的竹子，而辉宝也很会给自己安排。辉宝此时在室外也是独享一个小床的竹子，不过很快江爷爷走了出来，开始哄他大外孙回家。江爷爷先是给爱宝吃剩的竹子进行了收拾，同时慢慢等待辉宝吃完手里的竹子。江爷爷整理完竹子，摸了摸辉宝的小脑袋，又给辉宝擦了擦身子，然后说着一番甜言蜜语的话。辉宝还在迟疑，决定自己要不要回去。江爷爷的彩虹屁一直不停的输出，不过这对辉宝还是有用的。最后辉宝在爷爷的彩虹屁的驱使下，半推半就的回了家。爱宝等不到通道门打开，心中的情绪不亚于瑞宝。辉宝等不到小零食，爱宝的生物钟是很准的。今天临近下班点，爱宝来到通道门口前看了一眼，发现奶爸又迟到了。而此时毫不知情的瑞宝正慢悠悠走向小亭子。此时因为没法立刻回家的爱宝一肚子火。爱宝看到瑞宝此时却如此的悠闲，来到小亭子上就给瑞宝压在了身下。爱宝的不满全被瑞宝承受了。爱宝也不抢瑞宝的竹子，就是纯折磨。瑞宝蹬着小脚试图给妈妈推开，但是爱宝在瑞宝面前宛如一座大山，瑞宝这点力气根本踢不动妈妈。爱宝坐了一会儿，再次来到通道门口查看。瑞宝这时悄悄跟在了妈妈身后。瑞宝来到妈妈身边后，坐在门口和妈妈一起等下班。而辉宝这里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树上睡觉。而这时爱宝和瑞宝这里的通道门打开了，母女俩一起回了家。今天又只剩辉宝独自留在了园区。而今天是圣熙姨母值班，没有送3岁圣熙姨母今天怕是要加班了。而辉宝不想回家的预兆在下午姨母来园区送胡萝卜时就已经显现了。姨母在园区拿着胡萝卜哄姐妹俩下来，姐妹俩没一个动的。不过好在快下班时瑞宝下来了，这让圣熙姨母的收寻工作还减轻了一些。此刻将爷爷的胜负欲直接拉满，看给江爷爷激动了。原因是因为这2天永宽和江爷爷一直在客串爱宝乐园的会场。昨天宋爷爷结束演讲后跟江爷爷炫耀，来看自己的人数有431人。而今天江爷爷随便摸了个游客的编号进行抽奖，发现是441号，这说明来看自己的人比看永宽的人要多，这给小老头开心坏了。而永宽又莫名的输了。而这2天的会场，2个爷爷轮番爆料，永宽直接声称想去看福宝是自己的新年愿望。不知道这次永宽是不是又在吹牛皮，毕竟说去看福宝的事情送3岁已经说了好几遍了。这次永宽在演讲中甚至直接给飞粉们提供了一个素材。永宽讲到当时在送福宝走时，因为是下雨，那天自己和圣熙姨母站在一起，2人都打着伞，空间又小，一起打伞又站不开，于是2人的伞开了又合了又开，2人都要笑场了。永宽一回头发现江爷爷严肃中又带有一丝疑惑的看着自己的这个迷之操作，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挨批评了。江爷爷真是严格的时候严格，开玩笑的时候
会丝毫没有架子。福宝与爷爷这个电影更像是在跟福宝说告别，以及饲养员们在努力跟福宝的这段生活做结尾，让福宝回国后的生活另起自己人生中心的一个段落。而且自福宝出生时，甚至爱宝刚怀孕时，爷爷就知道福宝4岁的时候就会回国，因为这是国际贸易公约，不管大熊猫幼崽出生在哪一个国家，到了4岁的年龄都要无理由的回到他们的家乡。而江爷爷能做的，只有在这个4年里全心全意的去爱惜它，保护它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电影的开头就是在诉说福宝要离开的事情，这是福宝离别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江爷爷在园区停下车，徒步走进园区。江爷爷此时心想，下雪了，今天的福宝一定很开心。而宋爷爷对冬天的描述则是，冬天就像是大自然赐给大熊猫的礼物。江爷爷走进园区，遇到了熊猫世界的其他饲养员，已经开始清理园区的雪了。很快江爷爷也加入了进来，这是在为一会儿游客的到来做准备。而与此同时的房间里，圣西姨母正在搬运着竹子，而宝家们的房间里则是另有饲养员在打扫。宝家从来不只是有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战斗，他们是一个10几人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宋爷爷则在给宝家放置园区的竹子，各尽其责，分工明确。当然，宝家每天的食物用量也不只是由2个爷爷来准备，也有其他人一起分担。今天是江爷爷为瑞宝、辉宝冲的奶粉，江爷爷拿着刚倒完的奶瓶放在瑞宝、辉宝的鼻子上，给他们闻了闻，上面残留的奶粉的气味一下就给姐妹俩从睡梦中勾了出来。而福宝这时来到了他那刚被打扫好的房间，准备每天早上的体检。瑞宝、辉宝吃完盆盆奶，也开始了自己这活力满满的一天。很快，爱宝带着姐妹俩出发去上班。等宝家全体成员都开始上班了，这时到了宝家饲养员的早操晨会时间。早操过后，饲养员们大体了解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多少名游客。오늘입장예측은 8,500명에 관제 700분 계시고. 시작! 좋아요! 而江爷爷这里则在监控器前协调着各个位置的伙伴们，确保宝家状态一切正常。今天宋爷爷为爱宝扫掉落叶，爱宝没完，今天瑞宝、辉宝完上了。姐妹俩在这落叶堆里打滚，给落叶粘在身上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可能辉宝也感觉到了瑞宝的可爱，可爱到想要咬姐姐一口的程度。玩完落叶后，瑞宝这里开始往树上爬，结果瑞宝这里刚爬上树，爱宝就开始往通道门口走。没事干的辉宝就这样跟着妈妈，瑞宝这里突然慌了，以为妈妈是要跟妹妹回家呢，但下到一半发现妈妈又回来了。瑞宝这里这次多少有点尴尬了，一向聪明睿智的瑞宝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辉宝看到姐姐从树上下来了，立马加快步伐冲了过来，然后爬上小树，霸占了小亮台。瑞宝故作淡定表示小亮台自己是玩够了才让给妹妹的，而辉宝的小脑袋瓜哪管这个，辉宝只觉得在小亮台上晒太阳很舒服。突然辉宝发觉有奇怪的声音，辉宝立马警觉了起来，回头一看，原来是姐姐从自己背后上来了。为了报姐姐刚才下自己的仇，辉宝咬了瑞宝一口。今天的太阳有点大，姐妹俩在小亮台上都眯着眼，眼睛根本睁不开。最后辉宝先受不了阳光的直射，选择从小树上下来。瑞宝这时仿佛已经适应了太阳光，惬意的直接仰面躺了下来，享受的接受着阳光的沐浴，最后都眯眯眼了，感觉爷爷要是再不开门让他们回去的话，瑞宝都要睡在树上了。而辉宝这里则跑来了窗前，又跟姨姨们玩起了粉丝见面会。要再说辉宝爬不上室外的小事情，辉宝上树全过程来了。今天早上室外园区下了点小雨，这让园区的天气更凉爽了。这也是姐妹俩第一次走在下过雨后的室外园区，雨水冲刷过园区后，让园区泥土的气味变得比平时更加浓郁了。姐妹俩出门后就是先四处熟悉了一下园区。辉宝在坡下探寻了一圈后，直接来到了小亭子上。辉宝站在小亭子的扶手上，探头看了看上面，看到了小亮台上的竹子。辉宝在竹子的诱惑下开始往树上爬，前爪用力抓，后脚用力蹬，3两下就到了第一个树杈。辉宝在小树杈中稍微休息了一下，并给自己重新调整了一下姿势，接着开始继续攀爬。辉宝一脚踩住树杈上的鼓包，后背同时紧靠住身后的树干。因为腿短，这里辉宝没办法像瑞宝一样直接跨上去。辉宝紧紧倚靠在身后的树干上，尽可能的让自己往上挪动，直到脚上没有着力点了。辉宝小手紧紧抓着平台，小脚腾出一只，踩在旁边的树干上，接着另一只小脚抬高迈出。辉宝给自己的小短腿发挥出了前所未有，一下就迈了上去。这一下，姨姨们再也不能说没看过辉宝爬树的样子了。
辉宝爬上树后，在小亮台上高高站了起来，感觉到树上有点过于凉爽了，可以说是有点冷了。然后辉宝抱着小树干又滑了下来，小动作很是丝滑。爱宝这里就只负责吃，给上面小亭子上的竹子吃完后，又来到了下面。辉宝从树上下来后，跟着姐姐在园区四处玩耍。突然辉宝听见通道门口传来动静，辉宝意识到是爷爷要来了，辉宝赶紧跑回来，这次直接给辉宝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这动作丝滑到瑞宝看了都得拍手叫好。辉宝不想下班，心想躲在树上爷爷就够不着自己了。而这时瑞宝却主动的走了回去。瑞宝回去让爷爷给自己擦擦身体，干干净净吃小零食去了。辉宝趴在小亮台上，眼神逐渐迷离，感觉下一秒就要睡着了。宝瞪大眼睛看向通道门口，这时又有人进来，这次进来的不是老宋头，而是江爷爷。面对江爷爷突然闯入了自己的地盘，爱宝没有应激，100%的信任让江爷爷举手投足间尽显从容淡定。江爷爷在通道口呼唤瑞宝辉宝，瑞宝辉宝出来后，江爷爷爬上了园区上的望福石上，观察着姐妹俩在园区玩耍的状态，同时嘴上耶波个不停。辉宝走进园区后，来到妈妈身后，想要骑到妈妈头上，但被爱宝无情地挤了下去。这一摔，好像给辉宝摔进了泥坑里。辉宝爬起来后，身上浑身脏兮兮的。辉宝爬树爬不上去，找妈妈玩，妈妈还不理自己，这给辉宝搞得想回家了。江爷爷站在园区上辉宝，让辉宝在园区多玩一会儿。而瑞宝这里已经躺在小亮台上晒起太阳，这种充足的阳光是室内园区没有的。一会儿，辉宝也走了过来。爱宝宠溺的回过头，跟辉宝像自己刚才给辉宝摔在地下的行为一起。辉宝就这样原谅了爱宝。此时，小树上的瑞宝让辉宝也上来玩。辉宝在姐姐哄劝下，开始尝试爬树。瑞宝还帮忙拉了一下辉宝，姐妹俩齐心协力。爷爷和姨母在园区外面都觉得这次辉宝一定能爬上去，但结果却是相反的，辉宝这次还是没爬上去。爷爷让辉宝不要灰心，表示等下一次一定能爬上去的。爱宝吃饱喝足，想回室内了。爱宝看向奶爸和姨母，用眼神示意他们去开门。很快通道门打开了，瑞宝和爱宝先走了回去。这时辉宝还想在园区再玩一会儿，明显没玩够。江爷爷走来园区，经历了瑞宝辉宝来室外园区后的第一次收熊，好在辉宝爬不到树上，这要是瑞宝，想必江爷爷就有个头疼了。而辉宝被爷爷挑逗了一下后，立马就跟着爷爷回室内了。原来瑞宝辉宝第一次见他们的小躺椅，并不是在园区，而是在去往室外的通道里。还是老宋头会整活。老宋头先是让瑞宝辉宝去室外园区玩耍一会儿，然后自己开始安装小躺椅。姐妹俩连续1周的出门，现在对室外园区已经完全接受了。很多姨姨们表示，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瑞宝辉宝去室外的样子？那是因为爷爷们一般会趁早上比较凉爽的这个时间里带瑞宝辉宝出去，而园区是10点开门，这时天气已经开始变热了，所以爷爷们这时就已经带瑞宝辉宝回来了，所以姨姨们看不到。或许再过段时间天气完全转冷，那时爷爷们就不会再卡着每天的太阳和温度，让瑞宝辉宝去室外了。瑞宝出门就是爱宝的跟屁虫，辉宝这里则是有自己的想法。魔王的诞生往往都是孤独的，或许辉宝也是因为自己始终爬不上小树有点郁闷，而瑞宝这里的爬树越来越熟练了，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轻松的爬上去。爬上去后瑞宝又立马爬下来，这分明就是在挑衅辉宝呀，跟辉宝炫耀着自己能爬到树上，而辉宝却不能。辉宝察觉出了瑞宝的意图，辉宝跑过来守着瑞宝，打算等瑞宝下来就揍瑞宝一顿。瑞宝下树时不小心摔了下去，辉宝趁机扑上去，对着瑞宝的头怒拍了2巴掌。辉宝为了证明自己也能爬上去，在瑞宝走后奋起直追，刻苦练习，但是无奈咱辉宝的腿就是差那么一小点，每次都上不去。辉宝来到爷爷身前，想让爷爷帮忙给自己拖上去。辉宝爬不上树很郁闷，到处寻找着其他可以玩的。而瑞宝爬到树上后，可以看到在树下看不到的风景，甚至能看到园区外面的样子，同时还能通过爬树找到成就感。毕竟在体重和力量方面，瑞宝已经被辉宝打压太久了。当爷爷背着福宝偷偷来中国。大家晚上好。我叫张教员，我大熊猫的饲养员，婆婆的爷爷。这次将爷爷来中国，是因为《再见福宝》电影在我国台湾突破1300万票房了。将爷爷在此采访过程中用尽了自己毕生所学的中文。你们的健康，你们的太感谢你们。虽然语序有点乱，但听得出话里全是感谢。江爷爷还分享了自己吃了中国美食麻辣火锅，
和黑糖珍珠奶茶。只不过这两个名字江爷爷中文不太熟悉，是用韩语来描述的。但江爷爷夸赞这两个中国美食很美味。来到台湾有没有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让他印象很深刻？ 아직은 시간이 없어서 못 먹었고요. 두 가지 먹었습니다. 두 가지. 처음에 와서 마라호고 먹었고요. 그 다음에 흑당 버블티 먹었고요. 아주 맛있어요. 至于为什么会喝珍珠奶茶，江爷爷表示这是自己女儿嘱咐的，可能是江爷爷的女儿特意为江爷爷这次来台湾做了攻略。另外还有一个大肠面线，江爷爷还没有吃，江爷爷已经很期待大肠面线的味道了。 흑당 버블티하고 그 다음에 곱창국수를 꼭 딸이 먹어보고 오라고 했다. 他的女儿来的时候有千叮咛万嘱咐要吃炒黑糖珍珠奶茶跟大肠面线。这次的见面会，江爷爷表现得落落大方，将电影取得的所有成果以及自己名气全归功于福宝自己，自己也大方地表示自己也是多亏了福宝才让自己有名的。江爷爷面对粉丝的中文提问，即使没有翻译也能够听懂。有爱宝和乐宝的小粉丝在这次见面会中提问到爱宝和乐宝不用回国吗？ 爱宝跟乐宝不用回去吗？ 아이바오 러바오는 일단은 2010년에는 한국에 있고 그 다음에 어떻게 될지는 그때 봐야 돼요. 네. 爱宝目前到2029年。这时江爷爷又打断主持人，表示是自己搞错了，那其实是自己退休的年纪。 2029년은 시카는 날이에요. 那是他退休的年纪。他是到31年，2031年可以待在韩国，那之后还要再看状况。江爷爷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退休时间，或许也意味着江爷爷无法陪爱宝和乐宝走完在韩国的全过程。除此之外，也期待江爷爷这趟的中国之行会再去看望一下福宝。见永宽将一根胡萝卜插在地上，自己一脸愁容的站在通道门口前。永宽此刻好想能有人懂自己。今天瑞宝辉宝难得的一起出门营业，又一起同框出现在了小树上。爱宝这里看到姐妹俩今天都陪自己来室外晒太阳，心里也很开心。就在所有人都感叹园区的美好时，永宽却皱起了眉头。这时通道门打开了，瑞宝看到后就从树上下来了，跟着妈妈回了室内。辉宝这里则在树上睡起来了。辉宝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亮台了。永宽走来园区，高举一块胡萝卜想放辉宝从树上下来，看得出辉宝是想吃胡萝卜的，但就是不想从小树上下去。永宽跟辉宝开始了拉扯，就看谁的欲擒故纵玩得好了。永宽一直蹲在小树下举着胡萝卜，而辉宝这里则是假动作不断。辉宝也没想直接放弃胡萝卜，永宽站起身又开始拿着胡萝卜缠辉宝，但辉宝根本不想下去。好在有胡萝卜在，永宽还能跟辉宝拉扯一下。如果没有胡萝卜在，辉宝都不搭理永宽。永宽眼看辉宝铁了心不想下来，先给胡萝卜放下了，自己去到了小木床上收拾竹子。辉宝就这样舒舒服服的在小亮台上躺着，永宽扛着竹子离开，先去给竹子放下，之后又重新折返回园区。永宽将胡萝卜插在了雪地上，然后爬上树挑逗了一下辉宝，顺便还检查了一下小亮台上的雪，防止辉宝踩空。永宽给亮台上边缘的雪稍微处理了一下，永宽哄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永宽将胡萝卜放在了园区，然后先回去了，想着等辉宝玩够了自己会回去。园区下起了雨夹雪，这让园区的气温一下就降下来了。聪明的人都知道下雨天要往家跑。瑞宝此时躺在自己的小树上，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竹子，惬意的很。但是辉宝这里总是反其道而行，雨雪越大辉宝越浪。辉宝也是有些聪明在身上的，但是不多。辉宝感觉雨越来越大了，自己钻进了小亭子下面，这里是除了回家以外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所以说辉宝还是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中间雨停了一会儿，辉宝看雨停了便又出来继续玩。此时硕大的园区只属于辉宝一个人，不过突然间雨又下起来了，但是当爷爷的看不下去了，心疼孙女的心再也按耐不住了。江爷爷走进园区，抓住了此时正想往树上爬的辉宝。辉宝表现出了对回家的抗拒，江爷爷是想一鼓作气给辉宝塞进通道门口的，但是辉宝铁了心的不想回家。辉宝表示，你再动我就别怪我不顾爷孙之情咬你了。此时80斤的辉宝，江爷爷已经有点撼动不了了。辉宝折腾起来宛如上了弦的陀螺，到处都是棱角，根本不敢碰。很快辉宝就被一群从爷爷追辉宝变成了辉宝追着江爷爷四处跑，江爷爷也害怕跑慢了被辉宝咬一口。辉宝追了江爷爷半个园区，最后成功给其撵了回去。
辉宝转头看到通道门动了，辉宝立即又摆出了攻击姿势。辉宝铁了心不回去了，将爷爷再次来到园区。这次辉宝直接冲着爷爷就开追。辉宝的领地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又给爷爷撵回去了。此时雨越来越大，辉宝的内心越来越火热。辉宝也不躲雨了，反而爬到了小树上，并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爱宝望着此时白雪飘落的景色，一动不动。爱宝似乎是在想着什么。瑞宝看到妈妈这个样子，凑上前询问妈妈怎么了。或许爱宝正在思念福宝吧，而这也让画面一下显得伤感起来。瑞宝、辉宝在爱宝身边转来转去，跑来跑去，但爱宝却始终没有其他的动作，只是看雪。爱宝看了太久，瑞宝正用手扒拉妈妈脸的样子，像是在让妈妈别看了，脖子会酸掉的。这已经不知道是韩国的第几场雪了。或许爱宝在想，此时福宝那里应该也下雪了吧，毕竟福宝小时候最喜欢玩雪了，就像瑞宝、辉宝这样。福宝那被雪包裹时兴奋的样子，到现在依旧是展现大熊猫开心的经典画面。还有雪越大，福宝越兴奋的样子，抱着大树3、2下就爬到了最高处。福宝是想查看一下这雪是从哪里来的，近距离感受雪带来的奇妙感觉。不过当时给爷爷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这也是福宝爬树爬得最高的一次。야, 봐봐요. 너무 불안해 보이는데. 아이고, 할아버지 심장 녹겠어. 而爱宝这一边吃竹子一边仰头的模样，就是在思念福宝吧。瑞宝抬头看向妈妈看的天空，仿佛是在跟妈妈一起找寻福宝姐姐在哪儿呢？福宝姐姐来了吗？福宝姐姐。空军今天又不想回家了，不过今天值班的是永宽。永宽看了前2天将爷爷都没拉扯过辉宝的视频，自己也很识趣，不用硬的，只用软的，小苹果一块接着一块投喂。永宽选择用爱感化辉宝。今天辉宝一出门就霸占了小亮台，自福宝走后，辉宝便接替了姐姐的这个位置。每天出门不来树上躺一会儿，辉宝就不得劲儿，就算冻得鼻涕都结冰了也不下去。而瑞宝这里也没闲着，瑞宝着急回家，但又不想空着手回去。瑞宝打包了一根竹子带回去，姐妹俩这里节目频频，轮番整活儿。瑞宝带着竹子回了家。永宽看到辉宝迟迟不想回去，来到园区训辉宝。永宽戴好手套，打算跟辉宝打一场持久战。如果不戴手套，这天气在室外，手稍微举一会儿就会冻僵。永宽先跟辉宝打了一波欲擒故纵，心里想让辉宝下来，但是要表现得不在意。永宽先是给小亭子上的竹子进行了一番收拾，想让辉宝按耐不住后自己下来。但今天辉宝的耐心超乎永宽的预料。之后，永宽从竹子堆里挑出一根竹子，在上面插了一块胡萝卜，试图用胡萝卜引诱辉宝。面对不想下来的辉宝，永宽还能呲着大牙乐。永宽该不会是被冻傻了？而辉宝现在已然不是2块小苹果就能够哄回去的了。辉宝不下树，永宽就在一旁发疯。而此时的瑞宝也有点惨，为了能让爱宝拿到胡萝卜，瑞宝被关了起来，直到永宽看到爱宝吃到胡萝卜，才给瑞宝放出来。永宽抱瑞宝回家完整版来了。永宽最近一定是偷偷去健身房了。今天近乎100斤的瑞宝，永宽说抱就给抱起来了。永宽抱着瑞宝一脸的自豪，向姨姨们炫耀着自己养的大胖孙女。永宽这小铁儿子在瑞宝这腰宽比面前简直瘦得跟个竹竿一样。起初今天在下班时，永宽拿来了窝头和胡萝卜，辉宝闻到了窝头的味道，被窝头的气味熏到了。辉宝回家后，永宽顺道给爱宝叫醒了。跟爱宝脸贴脸的永宽一点也没慌，而辉宝丢下的窝头，爱宝给气吃掉了。别说是小零食了，就算是姐妹俩剩下的竹子，爱宝都不嫌弃。窝头对于爱宝来说可是比胡萝卜还要美味的小零食。爱宝先给窝头吃掉后再吃的胡萝卜。对于辉宝为什么不吃窝头，爱宝也不懂。爱宝吃完小零食后也回了家，而瑞宝这里这时已经醒了，只是还想再跟爷爷拉扯一下，让爷爷再给自己喂小零食吃。也正如瑞宝所想，爱宝回去后，永宽带着小零食就过来了。永宽还特意将胡萝卜雕刻成了小花的形状，虽然都会被瑞宝毫不犹豫地吃进嘴里，但生活的小仪式感还是得有的。瑞宝来不及欣赏，直接从永宽手里给胡萝卜抢了过来，然后2口就给其吃掉了。瑞宝心满意足地对着天空打了个嗝，然后又慵懒地坐在树上挠着痒，观赏着窗外的姨姨们。而永宽则是一直在通道门口坚持不懈地呼喊着瑞宝。再加上永宽手里还有小苹果的助攻，瑞宝很快就忍不住了。瑞宝缓缓走进永宽，原本瑞宝离通道门口只剩2步路了，是可以自己走回家的，但永宽非要抱起瑞宝来炫耀一下自己这大白胖孙女。瑞宝也很懂事儿，在永宽怀里不吵不闹的
满足了一下永宽的虚荣心。不过永宽并没有直接给瑞宝抱回家，而是给瑞宝抱了一下，给瑞宝看看人。瑞宝一脸懵，看着永宽的这一操作，满是不解，最后还是自己走回家的。